袋想想，你现在手机里面没有圣经的 app 了，你怎么看圣经？我们现在基本上，我相信连翻圣经的都很少了，都是手机拿起来啦。现在我们背经文，也不像我们小时候背经文背的那么溜溜的、滚瓜烂熟的。现在基本上是看经文，所以脑袋我们有一个轮廓出来。当圣经消失了，当 app 消失了，我从哪里去得知神的话？请问现在是不是要囤粮？怎么叫囤粮？就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啊，背神的话，把神的话背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上帝才能够在你的心里面把这句话好像叫档案一样叫出来。当然上帝随时都可以跟人说话，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里面都没有神的话，上帝要怎么样让你属灵的生命丰富起来呢？所以现在我们看圣经，我们翻圣经，各式各样的版本都有的时候，我们除了看以外，要把它背下来，记下来。诗篇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背起来。这样子有一天你真的是在患难里面，你真的在逼迫里面，你手上没有任何的工具让你来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好歹你里面有墨水，然后上帝就可以用这句话告诉你，用那句话告诉你，用这个典故告诉你，用那个例子告诉你，于是乎你肚子里面你就有很多可以跟神互相沟通交流，然后分辨现在神的心意是什么的一个资讯。所以在这吹第5号之前，等到第5号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囤粮是在还有粮食的时候啊，现在市面上都没有粮了，你才发现哦，需要囤粮，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就算来得及，那时候的粮食很贵了，跟我们现在买发电机、买电池是一样的道理。你在战争之前跟现在，一个是缺货，第二个是价钱翻倍啊，而且你选择性还不多。所以一定是在事件发生之前你就要先做。所以在这个教会被逼迫之前，当教会在这个地上所有传福音的方式消失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把上帝的话背熟在肚子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当教会已经失去了形式上的敬拜以后，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信仰？怎么去持守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建立在高昂高亢的敬拜团的敬拜赞美啊，他们唱的真的很棒，他们的领会真的很棒，或者说啊，这个 YouTube 这个敬拜团唱的很棒，然后让他在那边唱。如果我的信仰我是依赖外在看得见的，不管是一个大型的聚会，或者一个很好的敬拜团，或者 YouTube， 如果我的供应，我的信仰的来源只有牧者给我的喂养，而我自己不是一个能够吃干粮的一个属灵的孩子，那当这一切都剥离我的生活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维持我的信仰？我要怎么样成为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跟撒旦的逼迫面对面的那一批人？那个时候有形的离开了，剩下来的是散客，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候你手上没有圣经 app， 你怎么办？没有敬拜赞美团，没有一个牧者然后常常跟你那个 RPG， 没有跟着你一起祷告，没有来探访，没有关怀，没有教会的活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维持你的信仰？其实现在在中国的牧养的关怀里面，是不是只能够1对1？连1对3都嫌太多人都违法了，所以它是越来越分离了。就是从以前是很大型，切，把你们小块越来越小块，到最后你们彼此之间的那个连带的这种关系被切掉了。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教会肢体的关怀跟关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维持你是可以面对撒旦攻击的那一个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神家儿女？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万一你真的就是散客，你怎么办？再来第三个呢，对于教导者而言，我们要在福音现在还能够自由的抛在各样媒体，还能够自由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造就生命品格的影片或者教材的话，那你就要尽量的做。你有什么样的教导，你尽量把它做成一个 package， 一个系列性的课程。因为耶稣说要趁着白日工作嘛，现在是我们自由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的把你的教导做成一个系列性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系列性的教导被下载以后，它还能够持续的喂养信徒的生命。所以第一个，你是一个教导者，那你就尽量的教导。你是个美编的，你是做后制的，那你尽量把它做到让人家能够看得下去。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能够做，你就尽量的做。那你不会做的人呢，你就尽量的下载，然后尽量的分享连结，把它传出去。我们都知道要囤粮，那请问影片能不能囤？你很好的教导，系列性的教导，是不是可以把它储存起来？其实以现阶段来讲，是那种比较时代性的，就是现阶段的这种新闻性的、娱乐性的、搞笑性的、不用大脑性的这种的影片，很容易就随便就这个10万100万的。我看那个李子柒的还上亿，它的点击率。但是真正碰到逼迫的时候，谁才是硬件？是真正教导你生命的粮食，才是帮助你度过那个阶段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支撑点。所以不在乎说，哎，人家现在在追逐这个，追逐那个，在乎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存到真的在逼迫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存的粮。跟我们现在我们为了战争，我们不晓得它要拖多久，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气候如何，电力如何，那我们所储存的东西是不是要符合未来可以使用？对不对？我不会去储存未来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我现在生活，我一定会去吃那个储存的吗？不一定，因为我现在市面上我可以选择很多啊，我有各式各样的选择，甚至我可以上馆子啊。但是真的面对未来的那艰难的日子，我们所储存的东西，那它的选择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是个教导者，那就尽你所能的把你所知道的写下来，做成影片保留下来。然后你没有被托付去做这个，但是你为了你未来的营养，你能下载你尽量下载，因为网络不是天天都有的，随时被控制的。然后呢，你还可以做的就是把连结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个白昼网络还通畅，教会的影响力没有被限制之前，赶快囤粮在个人的 U 盘里面，囤粮在个人的硬碟里面，到时候就不要靠这个网络了，靠硬碟下载的就能够喂养这些生命的教材。第四个还有什么样呢？就是你被分派做逃城的。这个妇人她逃到旷野被养活3年半，是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到自己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是被神托付要为教会预备自己的地方，那一定有上帝为你指示的
被他所保护遮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而这个地点我们必须在吹第5号之前就要预备好，因为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然后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这2节经文，你的脑袋里面去想象，它是一个漫无目标的飞吗？不是，他是不是知道要飞到哪里？他很清楚。今天我在哪里订了 Airbnb， 我在哪里订了 hostel， 我在哪里订了旅馆，我有地址的。我知道我要坐什么飞机，坐什么火车，坐什么船，转什么巴士，然后我叫了那个 Uber 以后，我还知道怎么点，然后到了那个门牌。这叫做到自己的地方，你是很清楚的。所以当到末日，上帝要把教会带离开逼迫的时候，教会是知道去哪里的。它不是漫无目标的乱逛乱跑的，不是飘到哪里然后终日不知所踪，然后这里试试看那里试试看，就好像那个玛利亚要生耶稣的时候，哎，这个旅店也关了，那个旅店也关了，不是这种情况，是知道去哪里。所以他知道要去哪里，那请问这个哪里是不是预先你要预备？所以如果你是被神托付去预备那个叫做自己的地方的那一群人，那你就要好好寻求神指定的地点，好好寻求所说神给他预备地方的那个地方，因为上帝知道灾祸的落点会在哪里。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讲的都是1/3呀，1/4呀，1/3有没有另外2/3？1/4有没有另外3/4？上帝知道的。所以如果你是被分派做逃城的，我们就求神让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开始进入预备的状态。这样子时间点到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呢，上帝就会叫他的教会就说你去哪里，哎，那个叫你去哪里，分派好，不会一个地方太多人，差不多，然后神就会在这个地方与你同在，神迹奇事伴随着你。第5点呢，当以利沙告诉书念的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7年。以利沙知道有7年的饥荒，对不对？是他告诉书念夫人的，所以他一定知道有7年饥荒。可是请问以利沙有告诉别人吗？没有，他只告诉了这个书念夫人。第2个，以利沙有跑掉吗？有饥荒，我赶快闪。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留下来要在以色列国继续警戒百姓、警戒王的那个出口。所以以利沙负有神给他的任务，要向那个世代来传说神的警戒。所以他即便知道有7年的饥荒，上帝也没有叫他走。这可以告诉我们说，面对末日的灾难，神会分派每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殉道的殉道，躲的躲，预备逃城的预备逃城，做散客的做散客。我们托付不一样的任务，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你的定位点是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如果是分派你去做殉道者，你不去殉道；分派你去做逃城，你不做逃城；分派你叫你去躲，你又不肯去躲。好吧，那你就去做那个面对蛇的那个散户吧，你又面对不了。到最后是什么？你必定死在这个灾难里面。你在这个大灾难的这个期间，你没有办法得胜，你没有办法坚持到耶稣来，你没有办法坚持到教会被提，你没有办法坚持你的信仰。尤其整个社会环境它是一片倒的时候，你很难激励鹤群，你很难
独善其身，你很难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除非你认识你的命定、你的地位、你的价值，你要扮演的角色，你要怎么样在与神同工，你要怎么样天人合一，你要怎么样在末后的世代去拼出你那最美的拼图，放在最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面，上帝必定供应你，帮助你，然后让你做一个得胜者。这个是第5号的第4点，就是龙，就是撒旦在吹第5号的时候会怎么样逼迫教会。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沾得上边，扯得上边。我们不是这个角色就是那个角色，我们不会有另外一个角色。你有另外一个角色，你就是拜666的那个角色，要不然就是在以上的角色里面你是其中之一。我们求神让我们清楚明白自己的角色，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人与天使面前把这出戏演好，好叫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愿神祝福各位。